萬萬沒想到，在四川茫茫全山之中，竟藏着一座極為神秘的四合院。它建築風格獨特大氣，古樸中透着一絲不凡。遠遠望去，與四周的山林渾然一體，卻又格外顯目。四周綿延數公里的原始森林裡，古木參天，荒無人煙，野獸橫行，危機四伏。尋常人臨靠近都需要極大的勇氣。身處這般絕境，住在裡面的人究竟是如何克服大自然的重重險阻？在這人跡罕至的密林深處，又為何要耗費心力修建如此豪華別致的院落？到底是怎樣的人，又有着怎樣的故事，才會選擇隱居於此？這一切的謎團都讓我們充滿了好奇與疑惑。接下來就跟隨我們的鏡頭，一同深入山林，撥開迷霧，一探究竟。大家好，我是婷婷。现在我们已经踏入這片人跡罕至的原始森林，眼前這座四合院靜靜隱秘在雲海翻湧的全山之間，四周萬籟俱靜，唯有風穿過林海的聲響。從我們現在的位置想要到達四合院，上去大概要1個小時。走吧，帶大家上去看一下，是不是大家心目中的世外桃源呢？我們現在是在山谷的底部，想要到達這戶人家，必須登山。看這條路，應該是長期有人打理過的，這上面的痕跡都是用鋤頭挖過的。都說富在深山有遠親，我們突然前往，不知道給主人家帶來的是驚喜還是驚訝。又有人陪他聊天呢，其實還是挺不錯的。像我們去了這戶人家，他們的房子是四合院，放在古代的話，應該是大戶人家的。但是從航拍的視角中看，他們的房子應該是有一點年代了。我猜測應該也是以前古時候或者戰爭的時候，他們家祖先搬到這裡來的。流傳到現在嘛，他的後代依然在這上面居住。但是他們找的這個位置還是挺不錯的，真的。從航拍視角看，那個風景真的是太美了，一種仙氣飄飄的感覺。在這種地方隱居，真的是我心中所向往的地方。我們走上來，差不多走了20分鐘，全是這種陡坡，而且特別的難走。好累呀！哎，這種植物是叫什麼名字呢？好像蝸牛一樣。這個我也是第一次見。大家發現沒有？這邊的山它全都是那種紅色的，因為這邊是屬於丹霞地貌。我感覺你的體力比我還好一點啊！加油！誰說女子不如男是吧？等一下回去給你加個雞腿。哇，你看這邊的石梯
好像是条石。哇！垂直于90度。天哪，就像天梯一樣。哎，看到隐居的風景，我們都是驚嘆不已。但是去到隱居這個地方，哎，有點望而止步了，很難走啊。是不是有一句“望山跑10馬”？登山就是這樣，看着沒多遠，走上來的話，還是挺累的。我的天哪！永無止步的盡頭。每次都是這樣，從航拍中看着特別的羨慕這些居住在這麼漂亮的地方，但是走在路上的時候，就有點不想走了，想回家了。哎，我在想，這家的子女教育問題是怎麼解決的呀？這麼遠。應該就只有老年人在這裡留守了吧，年輕人估計都出去了。哎呀，跟不上他的腳步了。因為我背的東西大概有30斤吧。攝影師大哥，我這包裡面也是挺重的。哇，這裡更陡。你看，它這裡簡單處理過，應該是防滑，看嘛。要是這戶人家，這座四合院真的是古時候就修建的，這些地方真的也算天險了，易守難攻。热得不行！天哪，这好像一个宝葫芦，里面有没有藏着宝啊？等会兒上去和主人家聊一下，他們這條路是不是用來防護壞人的？哇！哎，還有一點滑在上面。哎，這邊有一個風筒。哎，我休息一下。我們終於登上這座山了，爬上來真的是太費勁了。哎，你們看那邊有一根電線桿，足以證明他們家用電是沒什麼問題的。不知道水源是怎麼解決的。根據以往去的那些山上住的人家，他們的水大概都是從岩洞裡面流出來的吧。
哇，你快看，那塊地裡面不知道是什麼花，白色的，也太漂亮了吧！剛才用無人機飛的時候，看見主人家應該是在地裡鋤地吧？哎，前面有人說話。哎，走，過去了解一下。應該是在問我們是誰吧？叔叔正在這邊地裡面幹活。我們過去和叔叔聊一下。哇，這地裡面種的是萵筍。還有小蔥、大蔥。水水，你在鋤地啊？你在準備在這裡面種什麼嗎？玉米啊？哦，所以你好，那你是姓什麼呢？我姓翟。來，水先休息一下。哎呀，就這樣。我說张一言我。哎呀，没事。那你今年有多少歲了？那麼70了。70了。嗯。哦，看不出，我覺得還是挺年輕的。哎。老了。不老，一點都不顯老。所以你們現在在上面只種蔬菜啊，不種那些稻田啊？沒有種稻田了，現在退耕還林，趕緊都正來栽起森林了。哦，在森林啊。哦，原先弄的田還是多啊。哦，原先这下面一片都是土。我下面是田，這幾面都啊對面把忙些都是田。哦，那你們吃的米也是到街上去買嗎？哦，对，也是街上买噻。現在這個政策好噻，你反正就是等於就沒種田還是有飯吃。哦，我看我們走上來都特別費勁哈。像你上街買米，來回一趟要花多少時間呢？來回一趟，這真的就是可能就是說個半小時是要的。哦，個半小時。啊，去要快當點，轉身嘛背就要慢點。是的，我有點好奇啊，剛才上來的時候哈，你們有一段路啊，為什麼石頭特別的光滑陡峭？是後面開鑿的不是？以前上來的話是不是要用繩索上的？啊，不，以前我們老祖先人些就基本上就是整起這個路的。就是這個路啊？我就是這個路。我感覺好陡哦，上來好陡，要去接西湖路、抬新郊、抬起山路。所以你們這個房子應該有好多年了，看着像一個四合院哈。哦，是個四合院。啊，明天還有下廳呢。有多少年了？這個房子修了有7、80年。7、80年啊。嗯。在這個地方修建一個四合院，當時可能也花費了不少人力材料哈。當然嘍。看來你們祖上應該是大戶人家。應該說。我祖上啊，可能還是吃得起飯嘛，那會兒來講還是。哦。你看那些行條時期多長的，你說大家多好的。那個年代哈，能跳到這個原始森林裡面來修這麼大個四合院，應該是有一定家底啊，而且是富裕人家就多戰亂啊的這個地方來隱居的，應該是哈。是我過去那會兒嘛，就是說在舊政府嘛，我聽到說我們老祖先些還是當團總了嘛。哦。團總啊，可能把相當最後的一個。還有可能公社書记啊、区委書記這些職務。哦，相當於一個縣長、區委書記那個樣子。哦，區委書記職務可能相當的。哦，看你們看，我說這上一輩應該是個大戶人家，是看來沒猜錯啊。哎，不，這個房子是後頭我們修的啊，其實原先那兒失水了，我是聽我老祖先他那會兒房子比這個修得好。以前的房子還要好一點。還要修得好，雕花修多的。哦，你說在以前的房子上，你基礎哈，你们又重新修进來呀？哦，就是後頭我們哥哥手頭，他們年紀大點，在我老弟手頭修的，比原先的房子還好得多。等於是去，等於是我對門我妖婆嘛，結果妖婆嘛，這我親長年，等於是在屋頭房屋跟我少了啊。那個房子才修得好，原先就以前不小心失火把房子燒了哈。對，是燒過的。所以說以前的房子有精密的雕花。比現在的房子要很豪華，還要豪華得多。哦，所以你們祖上是從哪個地方搬遷到這裡的？我們是江西鐵湖廣鐵四川弄過來了，都是弄過來了。大部分都是基本上都是弄的。中途住在這裡，看這個地方非常的漂亮。我們原先在石上坪，老祖先人住在石上坪後頭，在分支上坡來的。哦，也說你們的祖籍還是江西人哈。江西鐵湖廣鐵四川我們有出歸了嘛。哦，是這樣哈。經過了70、20年的這個風雨變更哈，現在這房子主要是這個房子啥子，
修起过後，他們那些下一代那些有些又趕緊都出去了。哦，有些在城頭買起房子了，有些就是你來在長沙，就是你來的。就是当你们所以你们这个院子哈，以前最繁华的时候住了好多人啊。哎，老些哦，我们7家人呐，7弟兄。7弟兄啊，哦，7弟兄啊，大概有20-30人了哈。哦哟，不少人了，那会儿就这会儿再发展就更多了。哦，那意思说现在这些后代些基本都是搬离这里了哈。对，有些在泸州，有些在古宁，有些又搞工作在街上啊，在古宁里去了。水水，那像你们早些年哈，子女读書问题是不是请老师来这里来教啊？我们这些不是在请，我们原先那儿不是请，就是你们大家调边来，就是那里就是学校，你们爬起来的。哦，学校在这下面。哦，到小学，我们多会儿时候还在这高边个青龙干家在我说起沙皮房子多，那会儿就很艰苦了嘛。那天还没亮，可能就要去读书了哈。我们倒不是天没亮，早晨半天等于是你要去堆烧，早晨还要放早牛，牛放了转身来。你这我说那会儿嘛堆一晌午了嘛。那个时候只对早上，下午就不上哈。那会儿是我们嫂嫂对我说是教书啊，就教我们。按道理说哈，祖上哈都是官业方财政那个姓的姓长，那你们按道理说自己的子女应该祖先些都会教，都大行噻，自己教他们教学啊。啊，那等于说是我们嫂嫂是老师。教書這個事嘛，你曉得那會兒是名氣小了嘛，不像這會兒了。啊，那所以現在這個房子是有好多人在這裡面居住啦？好幾十個，起碼是可能也好吧，有50-60個嘛。那現在呢？現在呢？現在就更多了，現在嘛發展下去嘛，趕緊都出去了。哦，不是，就是你們現在這個房子就是。現在房子就是我2個了。哦，就你和老伴。我和老伴兒。哦，還有阿姨在屋裡哦。哦，我帶屋頭的，你去嘛，人家朋友都在堂個的。哦。起頭來啊，就是照相過來先來。那我們去你們房子看一下。啊，可以，你各自去嘛。好，謝謝哈，水水。沒有事的，你各自下去。去看一下。我屋頭個帶屋頭的。去看一下你們精美的住宅，做的雕刻啊、花紋啊，我們去看一下哈。你去看哈，這屋頭現在是看不到好多，就是懸吊石。等於那個壓那個懸吊石。哦，條石。這樣就是原先老的。啊，等於有些房子濕水過後就搞到裡頭去了。哦，有時候只有等於一石頭的話，有些雕出來你就啊，等於一雕花就看不到了哈。哦，現在只有這個房看得到懸吊石。哦，懸吊石是講究原先。地基那個條石是吧？哦，對，就是那個。哦，對，這房子等於說是原先個房子就看不到，這是後頭修的。哦，因為上面是重建的了嘛，哈。好，重建了。好，謝謝水，你先忙。要得，你各自去。耽誤你了。帶屋頭的。哎，好，感謝。帶屋頭去吃草。哎，好。到這裡是哈。我們現在到叔叔的祖宅去看一下，在這個深山之中有一個四合院，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樣都還是挺好奇的。我們去看一下他祖上搬到這裡了以後，他以前是怎樣修建的。天哪！剛才叔叔說沒有狗，別怕。是純木質結構的，看見沒？這上面叔叔剛才說，因為以前失火，上面這些全都燒掉了，所以說這是他們後面幾兄弟重建的。阿姨好像在家吧？走，我們過去看一下。嘿，用水問題是不用擔心的，應該是山泉水抽出來的。這裡有根水管，阿姨接到後山的。走，打擾了。走裡邊。哎，你好，阿姨。啊，走，裡邊先走。我們先四周逛一下嘛。哎。天哪！你看，還有熱水器，用電完全沒問題。這裡是老式物件，以前的鏡子、洗臉架，再看這個洗衣機，估計是扛上來的，真的是難以想象。哎，好，阿姨，我們看一下您的房子。哎，好。你看，這是一個廂房的結構。哇，也太精美了！雖然沒有雕花，但是也是非常的精緻的。它是在以前失火的時候，1比1複刻，跟着以前修建起來的。你看好多間房呀，以前這裡居住着叔叔阿姨他們祖上
大概有七户人家，7户人家，大概50、60口人吧。你看，每人住一间小房间，在这里还是挺热鬧的。哇，这里堆了好多柴火。那边好多蜜蜂，我们从中间过去。刚才叔叔说的那他们留下的建筑，应该就是这些条石吧？因为失火了，上面的木材结構全都烧完了，只剩下这下面这些地基还保存的比较完整。你看这块条石还是蛮長的，应該有2米多了。好多蜜蜂啊！這段時間是花期來了，正是蜜蜂採蜜的時候。你看，很多精美的雕刻都不復存在了。這應該是一個堂屋，對吧？對，這邊是堂屋，這邊就是廂房，就是有客人來的時候招待客人的地方。哇，還有甲2層。哇，這上面應該是儲存東西的地方。那就是以前的老式木床。哦，床在那裡。它這個還需要搭一些木板在上面，才能形成一張床。走吧，我們下去。天哪，你看這四合院中間的蜜蜂也太多了吧？比剛才更多了，密密麻麻了。哎，大家看這邊這棟房子，從正面看好像已經傾斜了，感覺隨時會倒塌的樣子。應該不至於吧？它只是有點傾斜了。還有大家發現了沒有？在這深山密林之中，他們修建的房屋特別的規整。你看，從這個角度看過去，是不是特別的整齊？這房屋當時要是沒被燒的話，那工藝也應該是特別的精湛。當時叔叔阿姨他們祖上祖先肯定是帶了很多工人來到這裡為他修建房屋的，因為畢竟是有權又有錢嘛。70、80年代那個時候好像正是第2次世界大戰吧，那個時候挺亂的。你看，當時以他們的財力、人力、物力，帶着全家老小來到這裡生活。你看，延續到現在，大家都各自生活的健健康康，有着自己幸福美滿的生活、工作。叔叔們的祖先當時是多麼明智的決定。我們來的時候，叔叔可能和阿姨打招呼了，正在做飯吧。我們過去和阿姨聊一下。忙着看四合院，禮品都忘記送了。哦，給叔叔阿姨們帶了一點東西。哎，還有電視機耶！閒聊時可以看看電視，打發時間。所以說居住在這裡一點都不孤單。哎，阿姨，阿姨呢？哇，大家看，他們自己家釀的蜂蜜，直接把東西拿出來放在這裡嘛。哦，阿姨摘菜去了。吃啥？好的。沒事，你忙，阿姨不用管。哎，謝謝，不用，阿姨，你先忙，你先忙。我們帶了有水，阿姨。太辛苦你了。哎呦，沒事啊。不是，是怕太辛苦你了。來，阿姨。哎呀，
呀，走路都夠整了，還背些啥子？送我们一點心意嘛，不知道你們喜歡吃什麼，只是隨便買了一點。這婆婆都累得很了。沒有啊，看到你們就很高興。婆婆都累得很。哎，阿姨，我有點好奇啊，你們住在這裡旁邊有沒有野生動物打擾你們？有啊。有啊，有些什麼動物啊？有些野豬啊，有些山羊啊，這些噻。就威脅到人生命的這些東西應該沒有啊。沒，就是炒那些東西吃。我還以為你們這裡有老虎、豹子那些。沒得，扶不起來。那野豬。寶寶放的，寶寶。哦，好的。會被它的吃那家，吃那家這個花生果泥化的開水。那野豬應該還是會破壞的莊稼那些哈。破壞了，就是破壞莊稼噻。你們平時怎麼防護那些呢？平常時光啊，怎麼防護它們？晚上家噻。哦。那是晚上家吃嘛。哦，那野生動物是晚上出來。它應該沒有傷害過人吧？沒有。它只是偷吃莊稼。對。那還好，只要不傷害人。對。阿姨，你今年有多少歲了？我有60幾了，61了。也是你，看着好年輕啊，真的。好年輕。真的年輕。和我媽媽們那個40、50歲差不多。你不說年紀的話，我還以為40多歲的。哎，對頭。叔叔看着的話只有50多歲。你們叔叔70了要買。哦。這馬上就滿70了。阿姨，你們住在這裡沒有餵那些豬嗎？沒有，我下泸州去弄娃兒去了，就沒有餵豬了。哦，你說平常是在街上招呼小孩是吧？對。啊，平時就隨隨個人在這裡哈。就是我在這邊。我剛剛聽叔叔說哈，你們這房子是當時失火燒了過後重新修缮的哈。對。當時那麼修這個房子又花了多少人力啊和了資金呢？基金嘛噻，搞這我來噻都是修急了，我來我沒有帶到修。哦，你嫁過來的時候就已經修好了。我嫁的噻，已经都修好了。哎，阿姨在忙着做飯，給我們弄了一些蜂蜜水。太香了，比城裡的奶茶都要好喝。我們再到這邊的下面去看一下。你看，叔叔們這邊全是隔出來的小房間，大大小小應該有40、50間吧。你看，這裡也是一個走道，但是現在只有叔叔阿姨在這裡居住，很多都閒置了，只能堆放雜物。這邊是一個石梯，可以走到下面。天哪，這下面完全是懸空的。僅靠幾根木頭支撐的，是一種橫梁，看到沒有？這裡也堆放了一些木材，應該是修建房屋的時候剩下的吧。你看這邊好整齊啊！你看這上面都是一個陽台哎，陽光照射在上面，真的是太愜意了吧？如果說我在這裡居住的話，我肯定是會選這個房間的，陽光太充足了。這根凳子在外面泡泡茶、曬曬太陽，是不是？這邊就是一片樹林了。下面還有一個房間，應該是雜物間吧。這邊有一塊空的地，剛才叔叔說以前種的是稻田吧，這裡，但是現在沒種了，應該是在這個位置。叔叔和阿姨太熱情了，走，我們去下面看一下。剛才我們抽空吃了個飯，來的時候叔叔就跟阿姨打好招呼了，說要留我們在他家吃飯嘛。哇，你看這裡的條石堆得這麼高，和那邊一樣，好整齊啊！這下面的地基條石是70、80年代叔叔們的祖先來到這裡的時候搭建的舊遺址。對，下面這個房間是幹嘛的？我們下去看一下。我感覺應該是牛棚之類的，關養家畜的地方。
哦，这裡也有一些土地，因為以前有幾十口人在這裡生活嘛，它的土地應該還是挺廣闊的，只是現在很多都沒種了，退耕還林了。這種的是什麼呀？好像竹葉一樣，看見沒？應該種的就是竹子吧。特別是這片，你看這裡已經雜草叢生了，是一個土坯房，上面已經腐朽了這些木板。這應該不是一個樓棚，也是人家戶。你看見沒？那邊有一個灶台。哎，還是用石頭搭建的。哇，這個灶台應該是以前遺留下來的吧？就像是放在現在的話，應該算是古董了。哇，那個時候的工藝好光滑呀，把這個石頭磨的。你看這些造型。這跟我們平時看到的灶台完全不一樣，這是70、80年代的工藝了。哇，這邊是一片竹林，打開窗，真的是太美麗了吧！看着是美麗，但是每天那些蛇蟲鼠蟻挺多的，像這種地方還是。這座隱匿於深山之中的四合院就帶大家看完了。和我們沒上來之前猜測是一樣的，能在這深山之中修建這麼豪華的四合院，主人家的身份肯定是非富即貴。剛才和叔叔的閒聊中也得知了，他的祖上是一個地方的大員，就相當於縣委書記一樣。當時他們從江西遷移到這裡的。因為那個時候經歷着第2次世界大戰吧，好像是，也是為了保護後代，所以來到這裡隱居了。今天來到這裡呢，非常的開心，吃上了叔叔阿姨自家種的有機食物，在城裡是很難買到的。今天的天色也不早了，我們還要趕着下山。今天就分享到這裡吧，我們下期再見，拜拜。